老爷进门，你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宽衣，然后接手杖。当然，要先请安。去吧，去吧。老爷，你回来了。还有，老爷回来了，你不高兴吗？那你就得让他知道啊，看着他的眼睛说话。过去吧。老爷，你回来了。好点了，接手杖吧。哎，别像抢东西似的，你把手伸过去，老爷自然就会递给你了。把它放到门边去吧。怎么又不看老爷了？大嫂，我还是自己来吧。六弟不好意思了。不过秀禾，你要记住，老爷跟六弟不一样。老爷从来不会自己宽衣，他也不会正眼看你。虽然如此，你还是要笑，还要……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他不尊重他，为什么还对他笑？因为秀禾是他的妻子啊，这是为妻之道，这是规矩，自古以来，女人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我也一样啊。这奇怪吗？那你有没有想过他的心情？当然，这正是我要告诉秀禾的。秀禾，你要记住，女人一旦嫁人了，她自己的心情就要退居其次，丈夫的心情才是首要的。在丈夫面前，要永远保持一副好心情，这样才能拢住他的心。还要记住，你做这一切，都是为了要真心的喜欢你的男人，明白了？那他要是不喜欢我大哥呢？这是绝对不允许的。既然嫁过来了，就要喜欢，即使不会，也要学会呀。来，我们再来。老爷睡前爱写字，你的任务呢，就是沏茶、研墨、铺纸。这时候，老爷喜欢安静，不喜欢说话。那你就要尽量的少说话，只要陪着他就行了。
写什么呢？大嫂，对不起，我实在不能帮你这个忙了。哎，大嫂啊，找什么呢？你把秀禾的影子收到哪儿去了？快给我看看！我跟你说，别让老爷看见他捂着脸的。大嫂，您怎么把这都给拆了？这得印才能看得见啊！那你印在哪儿了？我为什么找不到啊？大嫂，这得拿回城里去印去。您现在都让见了光了，没法印了。我以为你把秀禾的影子藏在这个黑盒里。大嫂，您就别再弄这个。哎，你怎么把它扔了？那都没用了。六弟，能再帮大嫂一个忙吗？把秀禾的影子再收一回。收是可以收，那我得看看有没有您没拆过的相纸啊。大嫂，我一直想跟您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您为什么不让秀禾念书了？念书有什么用啊？可能是没什么用，可是也许对秀禾有用，这或许是他唯一的乐趣。这些乐趣只能让人胡思乱想，忘了本分。我不希望他现在的这点乐趣变成他今后一辈子的烦恼。您这辈子烦恼还少吗？您快乐吗？我快乐。我现在有了秀禾，我就更快乐。大嫂，您一定要了解，这人生就跟种橘子一样，您种什么才能收什么。这人的命是自己定的，你也该想想，秀禾到底要什么。人的命是老天给的，老天把秀禾给了我，我们俩的命运就连成一体了。您就忍心让秀禾像您一样，以后天天的……不会的，
只要秀禾怀了我们荣家的孩子，她就会得到我盼望了一辈子的幸福。那是老天不成全您呢。那不可能。大嫂，我知道你想让秀禾幸福，我也一样。我对秀禾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他现在在我们荣家做偏房，他心里感到自卑。我们就要帮他找到人的尊严，而找到尊严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像婉晴一样去上学去读书。如果您当我是您最亲近的六弟，你要信赖我的话，就让我教他们。您起码考虑一下，如果真像您说的，秀禾就像您的亲生女儿一样，读书可以，不过你只能教他们算数。您还没睡呀？啊，我睡不着。明天我就要去老陶的岛上了。走之前，一直想问你那件事情。是你在纸上写的那个吗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风筝飞起来了，是娘的意思。可这是迷信。你还这么年轻，难道你真的愿意和一个像你父亲一样大的男人过一辈子吗，秀禾？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我小的时候定过亲，新郎不久就得疟疾死了。算命的说我是望文寡命，没有男人会跟我在一起一辈子的。连做田房都没人要，只能做偏房。所以，其实那天风筝放上天，我特别高兴。最起码，我可以伺候太太，一个我要一生感激的人。可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儿。时候不早了，你回去歇着吧。
天下人才做的事情。三太太，耀辉说的对，这些活儿不是你做的，你应该去睡觉了，三太太。我一直想逗你开心，可你从来不给我机会。哼，我为什么要给你机会？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有这样的福分，有一个人不停地想逗她开心。起码在我之前，你没有过。你怎么知道？别告诉我荣耀华是这样的人，二儿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我喜欢你。你真是疯了！喜欢你老板的女人，你不怕被解雇吗？我老板又不是军阀，他不会要我脑袋。不过，我倒是真的有一点喜欢他的太太，而且有点疯狂。你应该去看看医生，这不可能。10年前我就发过誓，我绝不理睬除了爱情一无所有的人。我不怪你。但你也绝不应该理睬一个什么都有却唯独没有爱情的人。你丈夫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不爱你，而且他甚至连想都不想你。你，我说的是实话，二太太。你放手！别总想着生孩子，那样生不出爱情来。你要的是爱情，不是孩子。他走到娘的坟前，看到一片兰花，好大的一片，就像娘生前种在院子里的一样。这是娘给我捎来的口信儿，每次想她，就会长出一朵兰花来。气色怎么这么差呀？花是给你。这孩子怎么了？快快快！哎，秀禾，哎呀，这孩子头滚烫啊！啊，快快，我扶他。哎呦，别过来，老爷，求求你别过来！秀禾，安静点。张太太，哎呦，安静一点。太太，他被老爷吓坏了。太太是个好人。哎呀，
安静点啊！兰花呢？那是我娘给我的兰花。书呢？我把书放哪儿了？哎呀，书你已经放回去了啊！快躺下，快躺下。书放回去了。太太，对不起。我在哪儿啊？这是你的床，你应该习惯这里。我不能睡这儿，我会把它弄乱的，太太。秀华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安静点，秀华，哎呀，你不要这样，安静一点，不许你这样糟蹋自己。快躺下，以后你只能躺在这儿，不许再在外面过夜。太太，相信书里说的吧。书里的事儿，怎么能信呢？哎呀，睡吧，啊。睡吧。太太，您歇着去吧，我来吧。我太心急了，他不过是个孩子。我刚嫁过来的时候，也很害怕，害怕男人。每个女孩都这样。老爷回来就好了。你是不是在找这本书？你也太不当心了，我是在后院的楼梯上捡到它的。谢谢大小姐，不过，请你千万不要告诉太太。我知道你为什么会生病，是因为你看了这本书。这个书上写的，那个被老爷抛弃的女孩，就是你。你害怕了，所以你不敢在新房里睡觉，就偷偷的跑到你娘的坟地上去哭。我都看见了。你还很不简单嘛，竟然还真认识字。那你干嘛不逃跑？干嘛还要回来？是因为我大妈？你不愿意让我大妈太伤心是吗？你想不想知道这本书的最后结局？那我告诉你，这个女孩最后死了，她的魂灵就出没在那所被遗弃的荒宅里。她是等她的男人等死的，其实她的男人从来没有爱过她。婉晴，在胡说些什么呢？把你手上的书给我。大妈，您听见我们的谈话了？大伯就是看了这本书，他才离开您的。他不回家，就证明他不爱您。如果他不爱你们，你们就没有必要这么等下去。你给我住嘴！大妈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六叔也是因为这个才躲到岛上去的。明明是大伯辜负了您。他拿着您的嫁妆去城里做生意，他就不回来了。您还在家里
像供神一样的供着他。你大伯对你哪一点不好？你穿的、用的，你上学的钱，你父亲的去世，你大伯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。我知道，可他为什么那么对您啊？他以为只要给钱就可以。你怎么知道他不爱我？不爱秀禾。他要是爱您，他为什么还要在城里虚想？您又为什么要花钱买一个更年轻的女孩子？你给我跪下！跪下！太太，您别罚大小姐，都是我不好，不应该看那本书的。你也给我跪下！把书给我。你也看了？你信书里说的话吗？你信，不然你不会瞒着我，每天偷着看。你在发烧的时候说的那些混话，提到的都是这本书。太太，以后我再也不看了。我永远都不会离开老爷，你也不可以，一步也不能离开。不管老爷他如何待你，你都是他的人，也是我的。我属于老爷，你就必须属于他，明白了？明白了。把书给老爷放回去，以后不许再看了。婉清，以后不许叫秀禾，要叫姨，听到没有？要叫姨，现在就叫，当着我的面叫，叫啊！叫！你怎么不答应啊？你答应！你答应啊！哎，我老了，人老是控制不住的，所以我不怪老爷。你过来。你看，我们两个长得多像啊！眼睛、眉毛，坐到我身边来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你吗？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跟你长得一模一样。我像喜欢自己那样喜欢你。
谢谢太太。我哪有太太长得那么好看呀？其实，女人的美在于其次，首要的是要会育子、相夫，这才是真本事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劲教你吗？因为我不要你走弯路，我要让你幸福。太太不幸福吗？幸福，当然幸福。嫁了一个那么年轻又有真本事的男人，怎么会不幸福呢？可是老爷他不幸福，因为我不会生孩子，就觉得有愧于他，觉得自己配不上他，所以那份幸福就打了折扣。因为你喜欢的人不像你那样幸福。太太，婉晴说，老爷是靠您的陪嫁起家的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可是有一点，婉晴她不明白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自愿的。我不仅要嫁给他，我还带着我所有的嫁妆。这个我明白，书上就是这么写的，说当一个女人喜欢上一个男人的时候，她就又提那些书，秀禾，那些书都是骗人的，只有我不会骗你，因为我是你的命，你的幸福，你我是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老爷城里的二太太也不会生孩子，为什么？这也是命，只是老天在告诉我，老爷迟早要回家，回菊园，因为这里是他的根。老天爷把你给送来了，要你代替我，满足他，为他育子，让他幸福，这才是真的圆满。所以，你怎么能三心二意呢？你怎么可以对待自己的命运这样随随便便呢？这会遭报应的。不仅是你，连我也会遭老天惩罚的。秀禾，我求你，我求你留在我身边，我们一起伺候老爷。老爷对你再好，我都不会怪你。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我只求你把老爷留在菊园，让我能够天天看见他，闻到他。秀禾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还想逃吗？那你等于是在杀我，杀我这一辈子唯一的指望。秀禾，我求你。太太，我不走，这辈子都不离开你。你死，我跟着你一块儿死。真的，你不怪我了，好孩子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从现在起，你我的命就连在一起了，谁离了谁都活不成。娘，
我把您坟前的素心兰莲花种在女儿的床前，今来绸端愁，我会精心照顾他们，待之又几何？用我全部的思念。夜送客，枫叶或花秋瑟瑟。主人下马客在船，举酒欲饮无管弦。醉不成欢惨将别，新元春。别时茫茫将尽。女儿决定认命了，不管好还是坏，都听太太的。主人忘归客不发，寻声暗问弹者谁？您在天之灵，保佑我吧。移船相见遥相见，声声慢。天久，忽闻水上琵琶声。主人忘归客不发，寻声暗问弹者谁？琵琶声声欲迟，移船相见。你就这么读书的？下课了吧？那我出去玩了。请进。你干嘛？这是我专门为你挑的书。谢谢你了，你自己留着看吧。你害怕了？我答应过太太，不再看这些书了。你就这么怕他？书上写的都是一些骗人的故事。你胆子怎么这么小？你看我，婉清，你不应该记恨太太。我没有记恨他。你光想着他那天打你了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那天说的话多伤他的心啊？我怎么会伤大妈的心呢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她好。其实你一点都不了解太太，在这个家里她是最苦的。她一辈子苦苦等着老爷能够回心转意，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老爷。你指责老爷，不就等于指责他一辈子苦守的爱情吗？他这么做就是在自讨苦吃。要是我绝对不会像他那样去爱这种男人。你难道没觉得太太最像书里写的那个女孩吗？为了她自己喜欢的人不顾一切，哪怕是付出生命。可是这个男人从来没有真正的关心过大妈的幸福。你记不记得《觉醒》里边有一句话：让自己最爱的人幸福，才是最大的幸福。太太昨天就是这么跟我说的。婉清，太太对你那么好，你不应该记恨她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娘也失手打过我，我们好多天都没说话。后来我知道，我娘每天都偷偷地躲着哭。其实她打我，比打她自己更疼。他们要不是心里苦，绝对不会打他们自己最疼爱的人。真的？真的。你应该去陪陪太太。
婉晴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一个人睡害怕。你不记恨大妈啦？我什么时候记恨过您了？我没有嘛。婉晴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打你，因为我太着急了。我不要你们走，你、秀禾，你们都别离开我。我喜欢你们。我们不会离开您的。其实啊，我觉得现在挺好的，我都不想啊让大伯回来了。胡说，那怎么行啊？你还小，你不懂。大妈，我想求您件事儿，能不能让秀禾姐，不，秀禾姨陪我一块儿睡啊？我一个人挺闷的，要不然我就天天来烦您。哎，我保证，我再也不让她看那些书了。我替您看着她，好不好？求求您了。好，睡吧。好。春去春又回来，花落花又开，冥冥之中谁安排？原来应不应该接受这份爱？结果是悲哀。春去春又回来，花落花又开，冥冥之中谁安排？原来应不应该接受这份爱？结果是悲哀。好不好，坏不坏，远不远的未来，伤了的伤心，痛了的痛苦，是你留下的。现在走了心中的，留下忘记的，生活本来是无奈。大伯明天就回来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不在乎。没有人在乎我。那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等下去啊？当然。哎，先生，麻烦您给我发个急电，明天早晨我去送你。